们都快把五爷遗忘的时候啊，这强弩战机突然现身苏丹战场，超低空突袭了叛军的机场，震慑力非常的强大。我们早已经退役的强弩啊，在那边倒还变成了宝，他们就算买不到新机，二手的都要。欢迎来到张斌观察，我是张斌。这五爷啊，是我们对强弩的昵称啊，老了，五爷是老了，已经退役了，但是他在咱们的国防之中啊，可以说做出过他自己应有的贡献，也可以说他是劳苦功高了。现在这苏丹的局势啊，几乎都进入到内战的一个阶段了。它内部两派的矛盾啊，这个实在是调和不了，这就开打了。再加上美国的这个介入啊，这个几乎就进入到这个内战的这么一个状态了啊。那其中他的叛军，就是他反叛这一边呢，就是他的快速支援，也叫快速反应部队这一边。那最近呢，我们就看到一些他们内部这个开打的一些视频啊。你比如说，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军所使用的米格29啊，去攻击叛军所占领的机场啊和建筑物什么的。那最近呢，就有一张啊，这个歼5啊超低空突袭叛军所占领的梅罗维机场的画面。哎呦，这个画面非常的震撼啊！这强弩当时是飞得非常的低，距离跑道的高度大概也就是在50米左右。我们出口给苏丹的强弩2A 型的飞机啊，这个因为现在苏丹那边的空军是支持政府军的嘛，所以这个强弩就又现身在了苏丹的战场之上。要说起来，这强弩啊，它是咱们当年在歼6的基础上改进成了一种强击机，不过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强击机的这个说法了。强击机主要是二战时期飞机划分的一种叫法，现在我们都叫多用途的战斗机了。那强弩呢也做过一些改型，比如说有对海攻击的这个鱼雷攻击机，就是它专门发射鱼雷来打船的。还有呢，它也曾经作为这个战术核武器的载机啊。强弩呢也是出口的明星。最早是出口到巴基斯坦，后来也出口到缅甸呀、孟加拉呀、苏丹啊这些国家。你说强弩是个老飞机了，确实是啊，但是呢，它有几个特点啊，还是比较有意思的，也是这些国外用户非常看重的。首先一个呢，就是这个强弩的低空和超低空的性能非常的好。巴基斯坦最早引进了咱们的强弩，他们曾经在80年代初期呢，就对强弩做过多次的测试和模拟的演练啊。那么他们认为这个强弩在低空作战、超低空作战和对地攻击之中那性能非常的好，多次呢名列这种演习的第一。苏丹这边他们用这个强弩也打过一些硬仗啊。苏丹被分裂之后嘛，打南苏丹的时候，这个强弩拿来打坦克，这效果是非常的好。当然了，强弩它也有它固有的缺点嘛，毕竟是当年从米格19过来的飞机，米格19那点毛病也都在强弩身上可以体现出来。你比如说，航电落后，强弩也没有雷达，而且呢，它的航程比较短，载弹量也比较少，所以我们很快把强弩就给淘汰掉了。可是这些缺点对于苏丹来说呢，它是可以接受的，因为本身的国土面积也不是特别的大，它也不是要搞什么大航程这些事情，强弩的航程对它来讲也足够了，而且呢，这个他面临的对手也不是什么强大的对手，你就包括现在这个 RSF， 就是苏丹这个快速支援或者叫反应部队啊，他们本身也是近乎于游击队的这么一种组织形式，所以强弩也足够用了。苏丹这个空军这边当然就觉得这个强弩，因为他毕竟用它打过实战嘛，觉得还不错，整个使用成本也比较低啊。现在苏丹也引进了我们的 K8， 还有我们的 FT2000， 就是咱们的山鹰啊，这些高级教练改装也可以当成攻击机来用所以呢，用起来强弩那也是比较顺手的，而且呢还想多买点这个强弩。当时这个苏丹的领导人访华的时候就提出过这个事情啊，说你这强弩最好再给我们一点。当他得知这东西咱们早已经停产没有的时候，人家就说，那你要是没有新机，你们有没有二手的？有二手的给我们，它也行啊。所以网友们就开玩笑说，这才是对五爷的真爱啊。